看似普通的寵物口糧，竟能讓消费者为高价配方买单，让養貓人甘願節衣縮食。貓糧是如何綁架人類的？每月給貓主子花1000塊買糧，自己卻啃10塊錢的盒飯。為了選款靠譜的貓糧，熬了3個通宵做成分表 Excel， 比當年考公還認真。如今打開社交平台，這類铲屎官的自嘲比比皆是。2023年中國寵物消費報告顯示，全國貓主人年均為主子花費超5000元，遠超奶粉、尿布之外的人類幼崽附加消費。尤其是北上廣深4大城市的貓口總數，截止到目前已經突破800萬只，相當於每3個年輕人中就有1個是鏟屎官。更驚訝的是，去年某電商平台雙11貓糧銷量同比暴漲200%，而嬰幼兒奶粉增速僅有27%。這屆年輕人正在用行動踐行貓狗雙全、人生贏家的新成功學。可誰能想到，100多年前，貓的伙食還停留在捕鼠填肚子的階段，如今這袋小小的貓糧早已從果腹之物變成了牽動千億市場的民生大事。可在去年315晚會曝光的邢台寵物糧，至今仍讓鏟屎官們心有餘悸。那些可能用屠宰場掃出的雞毛、冰死動物內臟加工而成的毒糧，狠狠戳中了養寵人群的信任痛點。畢竟誰也不敢拿貓主子的生命冒險。邢台毒糧的教訓讓大家對貓糧的安全性愈發警惕，而簡創貓糧帶着零添加劑的招牌，正試圖以純粹的品質打破行業困局。還與浙江大學聯合開展了為期30天的對照實驗，用實打實的數據證明零添加劑加天然膳食維生素的顯著優勢，為焦慮的鏟屎官們撕開一道安心的口子。100多年前，貓糧這個詞恐怕還沒誕生。那會兒的貓咪本質上是半野生的家庭編外員工，主要職責是抓老鼠、護糧倉。至於吃飯，全憑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白天在院子裡追耗子，晚上蹭點主人家的剩菜剩飯。運氣好能啃到塊骨頭，運氣差就只能舔舔碗底。那會兒的人們對貓咪的飲食健康毫無概念，畢竟能抓老鼠就是好貓，誰會琢磨這貓吃的飯裡有沒有蛋白質呢？這種佛系餵養持續了很久，直到20世紀初，商業化貓糧才在美國悄然誕生。1907年，美國一家做馬飼料的公司某天發現水手們總把船上剩下的乾肉渣餵給港口的流浪貓，於是靈機一動，把肉渣、穀物、蔬菜混合壓成小塊，做成了世界上第一款商業化貓糧。但大多數人還是覺得貓就該吃荤腥，直到1950年罐裝猫糧出現，才真正打開了市場。自從美國經濟大蕭條之後，人們開始追求罐頭這類方便食品，因為它的保質期長、開罐即食，正好契合了快節奏的生活。很快就有人看準商機，制作出大量的罐頭貓糧，人們這才開始放棄味剩菜，轉而選擇這種新式貓飯。不過早期的貓糧本質上還是湊合吃的水平。過了幾年後，有獸醫發現，長期吃罐裝貓糧的貓咪容易得泌尿系統疾病，一查才知道。那會兒的罐裝糧為了追求口感和保質期，加了大量澱粉和動物內臟，蛋白質含量卻低得可憐。而貓糧真正的轉折點出現在近幾十年，隨着城市化加速，人們住上了高樓大廈，貓咪再也不用抓老鼠謀生，反而成了治癒孤獨的家庭成員。尤其是在中國，從2010年開始，養貓人群就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長，科學養寵的觀念也跟着普及。鏟屎官們突然發現，原來貓咪是純肉食動物，不能吃太多澱粉，添加劑太多會傷肝傷腎，穀物可能導致過敏等。就像當年家長們突然重視兒童輔食營養一樣，鏟屎官們對貓糧的要求一下子從能吃升級到了好吃、安全、有營養。在豆瓣愛貓生活小組有70多萬成員，大家每天說的最多的就是互相提醒避雷某款貓糧，求靠譜貓糧推薦。就這樣，貓糧市場陷入了一個尷尬的循環。铲屎官們拿着放大鏡挑糧，生怕踩坑。國產糧要麼偷工減料賺快錢，要麼跟風炒作概念卻拿不出實錘。進口糧又頂着光環收割溢價，卻頻頻爆出質量問題。直到近幾年，一批像簡創這樣的品牌站出來，試圖用返璞歸真的方式，比如零添加劑，打破這場信任危機。早期的貓糧市場，所謂的零添加，更多的是零诱食劑添加、零肉粉添加，並不是真正的零添加劑。而簡創目前是國內第一家專業做零添加劑的品牌，並獲得了 SGS 的零添加劑認證，以及261項風險物質未检出報告的權威認證。但零添加劑真的有必要嗎？為此，簡創聯合浙江大學做了一場對比實驗，用實打實的數據證明零添加劑加天然營養的優勢，讓不少原本持懷疑態度的鏟屎官徹底放下心防。這場實驗專門針對飼料中維生素的來源做了對比。畢竟很多品牌為了降低成本，會用化學合成的人工維生素，而簡創堅持全系列用天然膳食維生素。實驗分成2組，一組是人工組，用化學合成人工維生素做成饲料；另一組是天然組，全部用天然膳食維生素做成饲料。2組分別餵養30天，從體重、糞便、維生素含量、腸道菌群結構3大維度做對比，結果藏着不少讓鏟屎官驚喜的細節。首先是體重方面，30天餵養結束後，人工組的體重下降了5.45%，而天然組的體重卻增長了11.13%，并表現出有持續增長的趨勢。而糞便維生素含量，簡創貓糧聯合浙江大學的實驗結果讓人震驚，天然組糞便中 VB3 含量比人工組降低 85.23%，VB1 含量比人工組降低 81.96%。這表明天然的維生素吸收率高於人工維生素，所以這也代表着天然食材其實可以更好的提高對食物的消化吸收利用率，還有肠道菌群結構。人工組和天然組的肠道菌群差異非常明顯，天然組的實驗結果中会有更多的有益菌，比如拟杆菌门、阿克曼菌，這些有益菌能更好的抑制炎症，提高猫咪的免疫力。
而人工組經過實驗後，發現更多的是后壁菌門相關菌群，它們的部分菌組會影響貓咪的肠道代謝平衡。所以說，天然组可以促进有益菌增殖，会更好的保護腸道消化，所以会不容易出现軟便情況。當剪創貓糧拿着這組實驗打破這場信任危機，依靠劣質貓糧牟利的混亂時代也正在畫上句號。